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这么大的，掉热脂肪了！哇！你是看到这个鱼？这也太大个了吧！你们看，那个声音是，你们看，扎实哎，好像牛肉。小心，小心！完全掉不下去。我easy。自杀了。因为是我们的目的是跳舞嘛，所以我们去那边的话，你们有看到很多吃的东西，可是3个小时我们都不可以停。谢谢。哦，是百年好合的意思。涂家这里很漂亮的，这里是İzmir城市最漂亮的景点。一个外国人还是土耳其人来İzmir的话，一定来这里拍照。还有你们看新闻台的话，他们介绍İzmir的话，一定他们拍这样的介绍。我们就是会拿着麦克风，然后在这里。今天我们在İzmir，你们看到我们就像这样子。今天天就这样的。可是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晚上我妹妹的有婚礼。没错，就是今天了。我不想要很多人笑你，所以我需要教你土耳其的跳舞。就是结婚的跳舞，对吧？没错的，需要用什么？汤匙。一人给4个，给你谁给你？对，我先教你。这样子。对，这样干嘛？这样，对，你看这边。这个。哦，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小时候音乐课那个响板，有没有？没错的。可是那边声音很大的话，这个不用也我们这样做了。用这样也可以了。OK。因为是声音很大的话，我们没有用这个。可是声音比较小的话，用这个我们配音乐。比如说音乐来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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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有感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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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根据涂家的分享，我们才知道土耳其的婚礼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跳舞，而且每个地区的舞蹈都不太一样。汤匙舞则是在婚礼或节庆活动上非常受欢迎的一种，但可不是把手中的汤匙敲出声音这么简单，还得配合舞步才行。女生的话，手大概这样的；男生的话，好像是一个 eagle 的关系，手打开的，等等。你看我现在简单教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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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个是最简单的，可是我可以教你的是这个，比较难的是你会不会做的，比如说有这个，你看往后这样的，噔噔噔噔噔，这样的一边做了一边这样的，哎呀，这个很难哎。你慢慢习惯，没关系，你做的这样也很好笑的，这样也很好笑。你再做一次。你看，这样来的。这你还要走路？这个的前面比较前面，这个也这样的，这样的。然后还要走路，要绕圈。你可以走了，有点难哎。不是这样。我们围着他跳。这个，你看这个，这个很难，这个很难。对，厉害，你真的会的。哦，我觉得我晚上应该可以，只给我一点时间就好。对。这里，这很难的。有模有样吗？有吗？有，非常厉害。如果这个是你不会做的话，你觉得很难的话，你这样做。哦，正常走。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看笑话了。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脚快打结，不过没关系，勤能补拙，相信在老贝贝的音乐助攻之下，只要多练几次，一定不会在婚礼上面丢脸的。倒是我们的吃货涂家，竟然趁着空档又在附近找到了最具在地风味的小吃。然后我们试试看，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也很甜，
没关系，我们试试看，因为难得来嘛，对不对？你看这样看起来还好啊，看起来这个是比较像那个饼干，对不对？对，就是饼干那种脆片饼干，然后里面有包。我看这边上面是写巧克力，对，没错的，会爆汁的巧克力，里面的巧克力很多嘛，所以你拿一口的时候，里面的巧克力出来，所以这个的名字是爆炸的。OK。我们要表吗？对，拍我们，很可爱。Good good。哦，老板。Abi göster şeyi. 行。哦，这个老板效果做得很满，很厉害。我们选对这个是爆炸，真的是爆炸，这个就是爆炸。OK 哦，不够甜，真的不够甜。你就把它想象成老婆饼里面巧克力的，对，用这样子去想就会知道，而且它里面是那种有点像 Nutella， 非常浓郁的，这也不能浪费，你知道吗？这个是配红茶的话，我觉得是完全不甜的，真的这个太甜。台湾人会喜欢，绝对会喜欢，这个可以。然后伊兹密尔一定要试试看。巧克力炸弹真的是名副其实，酥脆的饼皮包裹住香浓的巧克力酱，一口咬下，立马在嘴里炸开。至于甜不甜，就见仁见智啦。倒是一旁爱琴海的美丽景致，让人流连忘返。一早就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运动和钓鱼，也让我们邂逅了这只意外的访客。好吃，大条的，看这个样子，它真的很专业，你看这样。他们把它捞起来。哇，喂，是芒塔哎，真的耶！哇，这么大的，钓了只芒塔。哇！芒塔，小只的红鱼。哇塞！他只要不要吃到我们，他就去了，他真的就去了。对啊，所以不能被他吃到。他们这个会吃吗？Bu yenir değil mi? Yani bizde yemiyor. Bizde yenmiyor. Nerede yeniyor? Başka ülkelerde yiyenler de var. Evet, ama没有吃。但是要学着把它放。所以你们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伊斯兰教对于海鲜食材也依据教派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有些只能吃鱼，有些则只能食用有鳍或有鳞的鱼类，所以烘鱼也不一定是他们能吃的鱼种。倒是接下来的这道美食，肯定是来土耳其必吃。你对土耳其冰淇淋应该很熟悉吧？当然是啦，因为是最有名的那个土耳其冰淇淋嘛。我的老家在卡哈曼马来城市。OK， 那是不是跟我们去什么你说淡水老街一样，他会跟你玩很多游戏？这是我们台湾人对土耳其冰淇淋的一个认识。其实这个是外国人比较喜欢的关系，有旅客的地方有的，可是会跟你玩嘛，对不对？对，比如说跟你玩，可是我去的话，我直接拿。直接吃。对，因为是土耳其人比较凶嘛，他怕跟我们玩那个嘛，生气。其实我们在这边吃的是比较用，我们直接用刀子的，直接刀叉吃冰淇淋。对，因为这个在台湾没有看过，当然是没有看过嘛，因为是真正的那个土耳其冰淇淋用，不是牛奶的，用什么？羊奶的。哦 ，Hello，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还有这个一定要握手吧？还有这个。我们现在在土耳其，你需要习惯这个。没错。那现在给我们看。OK， 好。Getireyim o zaman. Getireyim吗？这也太大个了吧！你们看，这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哎。这不kaç kilo？ 8 kilo。他说这个8公斤，你们看8公斤的一个土耳其冰淇淋，这个有点视觉冲击。但那个声音是，你们看扎实哎，好像牛肉。我们牙齿这个吗？我的牙齿可以吗？你试试看。看老板下手剁冰淇淋的狠劲，就知道土耳其冰淇淋有多么的结实，绝对跟我们印象中的冰淇淋完全不同。至于该怎么吃才到地，我们就来好好的一探究竟吧。哇哦！啊，是这样子哦。对呀。这个很贵，所以你慢慢吃。哇，
我们先闻一下。是。有没有？哦，上面这个绿色就是开心果，对，没错的，非常好吃的开心果，但是好硬啊。怎么样？就像你说的，它是羊奶做的，没错的。它的浓度非常之高哎。我觉得一般的吃这个的时候，为什么用刀子跟叉子？我懂了，因为这个是真的很硬。因为我现在是用手，真的很硬。真正的土耳其冰淇淋不能这样，是我们这样夹，好像吃肉。那对不起，我吃的很手啊，因为它真的太硬了。小心，小心！完全切不下肚。我们换个角度，换个角度。不是，哦，有了有了，它歪了。啊，加油，加油！你现在代表台湾，强一点。啊，你看老板切的长这样子，但我切的长好可惜的样子。哎，你看我们刚刚在那边，它完全没有动静哎，它真的很扎实。好像他吃蛋糕的感觉。真的就是跟在吃起司蛋糕是一样的，它完全不是在像吃冰。没想到正宗土耳其冰淇淋的口感这么的奇妙，很像冷冻过的麻糬，由于不易融化，更可以慢慢品味，香醇浓厚的羊奶滋味，而且老板更是大方秀出，被土耳其政府视为管制品的神秘配方。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就是兰花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一定要在这个做土耳其冰淇淋的时候加进去。对啊，就是这个，对不对？没错的，你们看，哇，它已经晒干了。对，晒干了，可是这个晒干也需要一段时间再处理。对，再处理，把它磨成粉。对，那它其实很硬，大家可以听到那个声音。跟珠子的声音是一样的。没错的。之后这个是可以加冰淇淋，羊奶里面，羊奶里面他们说的这个冰淇淋，这个是肯定需要的，最珍贵的东西，对，超贵必备的材料。现在土耳其政府说这个是不能弄的吧 ？OK， 对，因为是这个花现在很重要的，很少的，所以这个是现在超级贵。没错，就是这一颗颗看起来不起眼的蓝金粉，由于含有多糖类，除了能减缓冰淇淋融化的速度，更提供粘稠的质感和充满弹性的咀嚼感。但也因为数量稀少，不能任意采摘，一旦被发现，可是会吃上数十万的台币罚款哦。好，我们做好，准备要用刀叉来吃冰淇淋了。哎，马夏拉，马夏拉，马夏拉，它是一个套组哎，除了有冰淇淋，还有2个甜点。对，我每次跟你说的，这个是在土耳其最甜的甜点呢，baklava。所以baklava配冰淇淋的话，超好吃的。我叫我真的用刀叉吃冰淇淋，加奇怪。我刚刚跟你说了，你代表台湾，你强一点嘛。对不起，我现在发现是不是？哎，我没有在演，因为你看，中央手真的是哇，你们用力，你看。你为什么会不会？我这个好一点。哎，不对，还是我这样做？等一下。这个，你那个比较硬哎。我放弃。切这个真的是，哎，我累了。好累啊！哇，终于这样的，我们的吃的方法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先打开这个，哦，这个也要打开。哎，这个打开嘛。哇！中间放这个冰淇淋，把它当成汉堡就对了。对，之后你关起来。甜点汉堡。哇，那个上面的酥皮是很脆哦。因为你这个baklava甜点的话很甜，可是跟冰淇淋一起的话很好。还是很甜啊，真的很甜。我觉得还可以。好了，吃完了，我觉得我们要礼尚往来一下。我们要送老板什么东西呢？贴纸。哇！耶！
伊斯米尔驻点了，好不好？这是自由的旅行者驻土耳其伊斯米尔的办事处，就在这里。对，没错。指定来这边就对了。我现在是单纯欢迎台湾，欢迎。老板真的太可爱了，直接把贴纸贴在店门口，也让我们感受到土耳其人满满的热情。不过要说到土耳其人善用植物特性的智慧，可不只有运用在饮食上哦。另一项传承超过800年的技艺就是浮水画，而浮水画土耳其人称为 ebru， 意思就是在水中作画。到底这个图画是怎么样画进水里的呢？就让我们找达人来问问吧。好，那我们放完我们的行李了。今天我们来土耳其很红艺术嘛，对 Ebru 我们说 Ebru 浮水画，这个是非常漂亮，可是做的很难。老师在等我们，我们来跟他打个招呼一下，看我们今天能变出什么花样。Merhaba hocam, kolay gelsin. Hoş geldiniz. Merhabalar, Coşkun Bey nasılsınız? Merhaba. Ebru, ismim Coşkun Uzunkaya. 27 senedir Ebru sanatı, hat sanatı ve soyut resim yapıyorum. Ama Ebru benim için çok farklı bir dünya. Bunun içinde kitle var, boyalar toprak boya, fırçamız at kuyruğu ve gül dalı. 浮水画特殊的地方就要从水说起。这个水是用添加了植物胶或海藻胶调配而成，透过粘稠的特性，让颜料漂浮在水上。而且好玩的是，浮水画竟然不是用画的哦。很疗愈耶。加油。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不是，看起来很简单不是。我觉得这个已经，希望你也会。希望我等一下做出来不是一坨，是有线条的，这很重要。Now, this is the magic part. 哇哦，哇，这个已经好了。哇，你看啊。看这个好像看到宇宙的奥秘的感觉。This is the magic. How？ Hocam o ne? How？到底？ Ne biliyorsunuz? 这个吗？ Öt. Hayvanın sığırıydı ama bu kimya şeyden geçmiş laboratuvar. 哦，这个是动物的一个内脏 This 里 is 面的 very 水。 important. Okay. You don't have this, you're gonna do this. OK。 Now, look. Anything you can try. OK。 You're free. There is no rule. OK。哇，香啦！我不能这么专业了。我们应该先做，然后老师在做才可以看得出我们那个天与地的差别。 Hocam ben ikinci dakikada büyük ihtimal batırırım. 哦，你们看，它是用这样调整，对不对？它是用吹的调整它的角度。 This is the magic part. OK。 You just put your hand on it and pray. Make a wish. 就是在那个果冻上 Thank 面的 you. 感觉。 Now, 它颜色会整个沾到哦，哇！来了。哇！来了。来了，各位观众，大家准备好了吗？哇，马夏啦，太帅了！浮水画的绘画方式是透过敲打画笔，将颜料喷洒在水面上，再用画针、画梳勾勒成型。原来牛胆汁是最重要的元素，它可以帮助颜料浮在水面上不下沉，也能让颜料不混色。所以牛胆汁加的越多，颜料扩散的就越大。这也就是为什么看老师在作画的时候，有种魔幻的视觉感啊。然后我们就开始那我爬尽情的搞破坏了。你做什么？先来个大地，绿色的大地。哦， kağıt üzerine 这个黄色很 ahşaba, 亮晶晶 kumaşa, 的。 deriye aynı 这 zamanda 个我 da 会，这个来多一点。 you gonna follow the rule or you just wanna use your own imagination? My own imagination, Okay, of course. sir. Anything you can. OK。从哪边开始嘞？哇，好舒服哦！
It's very relaxing. Hocam Yes, really relaxing. şimdi de şöyle mi alıyoruz? Evet, bir de böyle gidiyor. I'm going to put power, love, and money. And money, of course.不要笑，不要笑。 I'm gonna show you something that you're gonna say, wow. Cool. 一只和平鸽就这样出来了。 Well, let's destroy everything. You can go just up and down. Then you can use comb. 哎，刚刚说这些都去了。为什么不应付？因为老师说要让我玩另外一个，就是用那个工具，你做几何的图形。 Mashallah. Maşallah. You like this, brother? Yes.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You just touch here.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有想象力就可以把它做出来。等我最后一步我这样在要平均的放好，它那个颜色会直接附着在画上面，然后你就是要轻轻的压一压。 1, 2, 3. Wow. Hope you like it. I love it so much. 我觉得 OK 的，我是觉得。就你会在这种繁忙突然对冷静下来，让你的感觉有个升华。好玩的可是没有那么简单，对真的对不简单，真的不简单。。从作品的呈现就可以看得出两人的个性截然不同，也难怪老师说浮水画是一个需要沉着冷静的传统艺术，透过稳定的手部动作，耐心勾勒出不同的线条与纹理，才能画出独一无二的作品。做完我们的那个画呢，我们要来礼尚往来一下，这个贴纸还是要送给老师。但是老师还有另外一个特殊技能，就是要那个伊斯兰教的书法，我们请他写这个 Freedom Traveler 的样子，在这个我们的本上面，不用打草稿哦。厉害，这不止印成贴纸，你要再吃一个？可以。老师说的伊斯坦布的3个大清真寺，真的吗？你看，1、2、3，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Freedom Traveler，Freedom Traveler，自由的旅行者，然后3个大清真寺，对是的，对伊斯坦堡，老师说超厉害太帅的。了。第一次现场看到书写伊斯兰书法这种像画又像图腾的文字，让人目不转睛。据说最早是为了让古兰经能够写得更漂亮、更好阅读，于是，在鄂图曼帝国时期，伊斯兰书法蓬勃发展，让土耳其成为代表国之一。感谢老师让我们认识两大艺术的美好。不过，想要更贴近在地生活，土家妹妹的婚礼绝对就是一个最棒的方式。不过，参加婚礼光是把舞练好还不够，门面更要打理得干干净净、体面，才不会失礼啊。往前一边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环境介绍一下。好温暖。这边应该是你们看那边是，其实这里是算是大的一个区域嘛。这个舒服。对。你知道这边我们说什么？你已经来过了，对不对？你在这边自己躺着之后，没有人帮你按摩。对可是这里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我们结婚之前的有一个超特别的一个文化，比如说。你确定你有一个女朋友对不对？你们确定结婚？你的妈妈、阿姨们、你的妹妹想要看看新娘的身体，所以他们去哪里？他们去土耳其日期洗澡。在这边都没有衣服嘛，他们好像是一边跳舞一边吃东西，还有一边看看新娘的身体有没有问题。这个是土耳其的很特别的一个文化。土耳其语又称哈马，意思是指公共浴场。对土耳其人来说，去清真寺祈祷前要洗，结婚前要洗，因此土耳其语不仅是洗澡，更是社交和生活的一部分。土耳其，把它拆了。你知道怎么样吧？知道，因为你这个热水一开始冲，它整间就会开始慢慢温度就会上来了。我们下一次大概冲了一下热水以后，我们的毛孔都打开了，那剩下就是要趴在这边，让那个专业的人来帮我们除这个我的油身上的油脂，因为感觉怎么洗都还是会
给大家看一下这片哦，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因为等一下呢，它在我身上搓出非常非常多的声。哦，我们看我们这个丸子可以多大？好，然后晚上加菜给大家。好，这个它直接搓起来是蛮粗糙的。哦，这个大概90号砂纸左右。老的这个是超级高级的，开始痛，我觉得这个是一直很痛，有声的吗？有，我的脸，怎么跟记忆里的不太一样啊？记忆里我记得我们全身上面会有很多泡沫啊。胡子这边更痛的，我记得会有很多泡沫啊。他真的有用力哦。你在涂下。我 easy。这里比较好。真的有，刚是绝对是大力去角质的那种感觉。好，但是我们可能会用磨砂膏，我这边不用，它那个砂纸就很够力。我要产品了，我要简单来说，土耳其浴的流程可以分为暖身、水浴、按摩和休息4个阶段。其中水浴是用冷水或温水冲洗身体，以搓洗的方式除去死皮和污垢，这也是土耳其浴的特色之一。也因为使用的是橄榄油制的肥皂，能产生大量泡沫，不仅去除皮屑和脏污，更能利用泡泡搭配按摩，活络筋骨。这跟一般油压感觉不一样。更咕溜的感觉。哦，你说泡泡比因为我前几天有油压过，在那个油脂摔跤有被油压着打。对。这样子。你的身上现在有很多泡泡，对啊，看不到你。我在泡泡。对，干净，一年的干净。真的。就当你已经就是全身被搓了1-2层皮以后，现在是泡泡浴的攻击，这个就很舒服。哇 Are you okay? 非常 OK。土耳其浴除了搓澡、泡泡按摩之外，大理石浴场绝对不能少。透过地板下的热水循环系统，把热度传导上来，让浴场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聪明巧思，正是先人留下的智慧。哎呀，哇，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的主持人红涂家，他现在超级红的，他整个都红了，你知道吗？变红的。但我可能因为太黑，所以看不太出来了。可是你变白了，有吗？之前你跟我一起的话，好像是黑的白的嘛，现在我们是差不多。因为你变红了啦。对，没错。对，那你觉得舒服吗？我骗你们吗？我觉得很痛的，可是一般的台湾的朋友们觉得超舒服。对，如果这个感觉这个体验你给10分上的话，给多少？绝对是8-9分啊，因为我现在已经把那油脂摔跤的油全部洗掉了。真的确定有洗掉了。我干净的话给10分，痛的话也给10分。不管怎么说，有人全程帮忙洗澡就是舒服，而且一定比自己洗的还干净。倒是现在时间也不早了，身为哥哥的土家得先去准备婚礼。至于我呢，还有一项工作等着我去完成才行。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做一个晚上婚礼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毕竟我们是客人嘛，那我们还是要带点手信过去，所以我们直接带现金。但是呢，在来到土耳其参加婚礼，现金你不能直接装个红包袋，这是台湾的习俗。但他们这边很特别，我们要把它用这个缎带把它串在一起，然后呢，到时候看到土家的妹妹，看到新娘，我就直接把它套到她的头上。哦，这个就是在土耳其他们参加传统婚礼的时候最好玩的一个部分了。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直接用粘的，把这个缎带变成一个钞票项链。
好，象征富贵，然后象征一个百年好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但我确认一下，好，钞票它不会坏掉。我们认真有想过要用蓝色的，1000块，可是不够喜气，我们还是用100块就好了。对啊，哇，手也不够长哎，不错吧？有，不错吧？这个感觉，你看，哇，冬天冷的时候，这个画面应该蛮逗趣的。哦，但是这就是土耳其他们的习俗嘛。台湾的婚礼是包红包，土式婚礼则是往身上贴金，而这个金可以是金钱的金，也能是黄金的金。贴金习俗主要是象征对新人的祝福与关怀。想不到光礼金文化就有大不同，到底婚礼现场还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呢？看来要容纳这么多人，上百人，应该就是这个场地了。好，然后这边又有一台婚礼的用的车，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在这里，因为不知道嘛，我们看到这边有船已经 set 好的，我们就等他们，好，装没事等他们这样一起，这样比较好玩。身为台湾代表，必须要好好的让出家的妹妹开心一下，对，很重要。毕竟结婚这种大事，一年不对，不是一年，一辈子只有一次。哇，帅，好帅，真的很帅。因为这个是新郎的部分，新娘的部分是我们已经安排了，这次我们是比较客人的感觉。哦，是客人，对，人生第一场土耳其的婚礼。先这样开始了，先需要打招呼。打招呼。对。哦，你在这里可以欢迎一个糖，一个糖。这个是新郎的妈妈。Merhaba。新郎的爸爸。我其实蛮大的。漂亮的地方没问题，很大的，看看。没问题。看看我们可以不可以的。OK。我们现在要去新娘的房间。欢迎。Merhaba。哇，好漂亮哦！我的妹妹 Mary， 我的很多粉丝知道她来过台湾嘛，所以很多人知道这个美女是我。这个是我们的新郎，我的新的兄弟。我觉得很赞，很漂亮，非常漂亮。谢谢。如果要说土式婚礼和台式婚礼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吃喜酒的差别。台湾人结婚，宴客菜是重要的一环，但土耳其人结婚反而是吃饱了才来参加。这也就是为什么土式婚礼宾客的桌上少了美味的佳肴啊！而且土耳其人结婚，男女方都会各办一场，女方还会有一个叫做涂指甲液，象征新娘告别娘家的活动。一般新娘会披上红色的头纱，代表幸福与纯洁。家人便会将指甲草涂在新娘的手掌或手指上，代表了祝福、忠诚与新生活的开始。一个美女跟一个帅哥，等一下进去。这边感动，真的。小妹妹之前还生病，对不对？对，她癌症之前癌症血癌，现在都 OK 了。现在 OK 了。她18岁到22岁癌症4年。出来了，来。就直接开始跳舞。他们还有那个还有干冰呢。从新人开舞之后，对爱跳舞的土耳其人来说，现在才是 party time。围着新人跳，不只代表了祝福，舞步更是常有学问。像涂家教的汤匙舞，是西南方到地中海的舞蹈，除了用汤匙，也会以弹手指的方式搭配节奏跳舞。
了汤楚舞之外，另一项舞蹈哈赖是土耳其人传统的民俗舞蹈，也是婚礼和节庆上最常出现的舞步。相邻的舞者们会互相勾着小指头，头尾两端的人会拿手帕，搭配着唢呐和大鼓的节奏绕圈跳舞。土式婚礼不止跳舞是灵魂，亲友们也会给小费、撒现金，祝新人生活富裕。新人指定祝福，小费就会分享给工作人员，作为帮忙筹备婚礼的感谢啦。休息，好，我们可以休息了，可以休息了。有没有流汗？没有了，刚开始了，快1个小时都没有停哦。然后我觉得比我跑步还要累，因为脚步很乱。所以我们不需要跑步，参加婚礼就好了。对，真的。可是我们的跳舞还没开始，这个是西部的，所以刚刚我们这样说的嘛，这个是西部的。不夸张，1个小时的热舞只能算暖身。虽然我不太会跳舞，但小孩缘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哇，要生的啦，要生的啦！才看到一个男生没有胡子，对，没有胡子，眼睛小小，爸爸。就在我跟妹妹培养感情的同时，婚礼也来到最重要的仪式——送礼金。看着亲友排站，这种往身上贴金的满满祝福，真的是大开眼界啊！现在我们的红包的时间，其实我们没有红包嘛，我们是特别送环境，小的环境，还是我们给直接在这边钱，这个是我们的文化嘛。现在我们的红包的时间，其实我们没有红包嘛，我们是特别送环境，小的环境，还是我们给直接在这边钱，这个是我们的文化嘛，算是祝福。对，祝福没错的。等一下，他们开始了，你们可以拍。开始了。黄金手镯，哇，好粗哦，每一个价值不菲。所以你看后面排队的全部都是要送黄金，亲戚朋友要送黄金的。你带什么？啊，我带什么吗？我看一下，我好奇，我也不知道。对，哥哥要检查一下。哇，这个可以吧？可以了。那你带一定我妹妹的。对，带妹妹的。OK。我也为了台湾的地啊。你也有啊？我有，可是我的是比较小的，我带来了一个1000块，为了台湾的朋友们带这个1000在土耳其很不错了，真的，这个是我送妹妹的手环。哇！这个是哥哥送妹妹的巧克力哦。哦，在这边买的，在土耳其买的。这个有一点贵，有点贵。这个台湾蓝，好的呢。现在涂家先，等一下就是对，我要等涂家 Q 我才能把那个带给妹妹，送给妹妹。好，那我就是要代表台湾来祝福妹妹。OK， 然后挂在妹妹的脖子上。谢谢。哎，好看。Neden yüzlük biliyor musun? 100 sene boyunca 就是百年好合的意思。谢谢台湾，谢谢台湾，谢谢。
感谢涂家，让我们这次有机会参与梅梅的人生大事。第一次参加土式婚礼，我想这应该是最特别的经验，更透过文化的不同，认识不一样的土耳其。你在干嘛？我们有这个本子嘛，对不对？没错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来挑几张照片，把它记录一下。记得这些，你看，从妹妹结婚，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土耳其第一站就是那个亚历山大烤肉。你先来选一张好了，给你选一张，你觉得最有印象的是哪一张？先选一个。最有印象的是，因为是这边你的脸很开心的，超开心，怎么可能？你这样的，可是好像是你开心的一个脸，不是因为感觉是什么？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快80公斤，然后那个教练突然就把我抓起来了，而且很轻松，就跟提一个西瓜一样。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在头下脚上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可能？所以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我觉得目前能看到这些照片当中，最有印象的应该是我觉得要给大家，最有印象的，就是我们一起参加妹妹的婚礼。对，那也是我第一次在镜头前面跳舞给大家看。还有第一次一个土耳其婚礼，有人带台币，对，台币的项链，对，大家那边大家很惊讶，他们跟我说这个是什么钱？哪一个国家的钱？我说台湾。他们说台湾的钱多少钱？我说大概100里拉。100里拉 ，OK， 不错的。他们开始算1、2、3、4、5、6。对啊，我觉得这个互动就很可爱，幸福的一天。我超喜欢了，这个真的很棒。下一张我觉得要让大家看看可爱的小表妹。这个是现在最小的吗？1岁，这个是第4是吧？你是第一个，Number 1，我是 Number 1。你就知道土耳其人他们的家族到底有多庞大了。那时候妹妹坐在我的脚上，她就一直看着我。你怎么没有胡子啊？他这样看的。对，她是这样。确定呢？他不要哭，因为是他不知道，他很好奇，他没有看过我这样子的一种生物。胡子在哪里？眼睛为什么这么小？他说：“好，我写什么了？来。”好，我写什么了？来。哇哦，可以吧？我要生女儿，太可爱了。我自己在旅行的时候，我其实也会带这个拍立得，因为我觉得用拍立得交朋友，然后留下回忆的话，非常的棒。我在这边会写的，这个节目会20年继续。你现在几岁？我现在31，对，20年51岁。对，好，那我们20年以后我再找你。俗话说得好 ，Be a traveler, not a tourist。作为自由的旅行者，看不同的风景，认识不同的人，领略不同的美好，让自己知道世界那么大。人生有许多可能，不再局限于一方天地，让自己看得更宽大、更宽容。这个伊佛索的城市呢，它算是东方庞贝，哇！而且它保存得非常非常好，在当时是全世界第一个全部都是用大理石、白色大理石建造的一个古城。这边是音乐厅的大门，这边是建于西元2世纪。我们这边至少可以容纳1400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站的地方跟下面最接近摇滚区的地方，它那个大理石颜色不太一样，对不对？对，没错，为什么？因为啊，大理石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嘛，就代表说下面的人比较有钱人，比较高贵，所以他才能坐在下面。我们没有钱的平民，我们就越往上坐。那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就是我们要往下。网络版有日文字幕，所以记得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有回很多礼物。和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